現在我是來到了重慶武隆的一處世界自然遺產天生三橋，這裡算得上是地球級的自然奇觀了。這裡面有亞洲最大的天生橋群，還是電影《滿城盡帶黃金甲》變形金剛4的取景地。這裡雖然是一處自然景觀，但是全程不用怎麼爬山。那現在就跟隨我的鏡頭，一步步來解鎖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這裡的海拔是1200多。所以說，在這個鎮子裡啊，是有很多避暑山莊、避暑酒店。剛剛坐了10來分鐘的觀光車，就來到天生三橋了。這裡的門票呢是155，包含了觀光車，還有裡面的電梯。一下車就看到變形金剛4的模型，這邊就是入口。買了票之後呢，刷身份證就可以進去了。哇，一進來就是一個大天坑哎！來看一下這裡的垂直高度，起碼都有200米了。下面的人啊，就像是螞蟻一樣，都看不清楚了。現在就沿着遊覽步道繼續往前走，去我們今天的第一站——觀光電梯。往這個方向看，那裡也是有一座電梯，但是我們今天要坐下去的電梯呢，應該是在這一邊。透過這個天生橋，也就是這個山洞，我們可以看到另一邊的房子，就是那一座非常著名的四合院了。這個地方啊，就有點像是老虎口了，而且這邊呢還專門修了一些柱子啊來加固，旁邊呢也是塗了很多水泥，防止那些石頭啊往下掉。這一條遊覽步道啊相當長，相當於是環繞着這個天坑啊走了大半圈了，還沒有看到觀光電梯。這裡的位置呢就相當於是天坑崖壁的中間了。來看上面呢還有這麼高呢。走到這邊呢，竟然還有一條人工隧道，不過這裡面呢光線非常暗。原來這裡隧道的盡頭啊就是觀光電梯了，下去天坑底部呢還要排隊。這個電梯呢是叫做天龍旋梯，等一下我們進入到裡面呢，就知道為什麼叫旋梯了。哇，人好多，只要是靠邊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哎，開始旋轉了，旋轉的速度好慢，下降的速度好快，可以看到外面了，1分鐘就可以到谷底啊。不過還沒有轉過來啊，耳朵有點不舒服了。現在從下往上看這個電梯，太震撼了。垂直高度呢是135米，60秒啊就能夠抵達谷底，而且呢是360度旋轉，能夠全方位的看峽谷的景色。電梯下降的時候呢，會有那種輕微的失重感，加上眼前的絕壁啊，視覺衝擊力直接拉滿。這下方是有一個遊覽示意圖，這裡是觀光電梯的位置，前方就是天龍橋、天龍天坑、天福觀驛，然後呢就到青龍橋，然後這邊呢黑龍橋是第3座橋了，最後呢在另一邊呢乘坐觀光車出去。這下方啊是有一排滑竿在等着呢，坐得起這種滑竿的遊客呢才是真正的有錢人啊，因為坐一次呢要好幾百塊錢呢。景區的滑竿價格最便宜的都需要200塊，全程是600塊。這是一段往下走的階梯，不過全程呢是不需要走回頭路，所以說走起來並不會太累。走到峽谷的下方呢，就發現有一些騎馬的項目。來看一下這些馬夫的裝扮啊，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戴着尖頂的帽子，有一種武俠世界的感覺。特色矮馬體驗100塊錢呢，標準大馬是80塊。再回過頭來看看，這邊呢就是天龍旋梯了。你看，大家就是沿着這條遊覽步道啊往下走，走到這邊還發現一座小瀑布，不過水流量呢不是很大。走了大概10分鐘，就來到了天生三橋當中的第一座天龍橋，也是三橋之首。大家仔細來看，它的特別之處呢，就是它是中國唯一的雙拱天生橋，有2個穿洞。南邊這個呢叫做迷魂洞，比北邊的穿洞啊要高120米。從這裡看過去，橋體厚重壯觀。
能夠容納上萬噸的巨輪通過，氣勢直接拉滿。這另外一個穿洞呢是在這邊了。天龍橋的高度是有235米，其中這上方的厚度啊就達到了150米，它的跨度呢是有75米，那麼橋面的寬度啊是有147米。這座天龍橋啊，由於是我們遊客經過的第一座橋，所以說它又叫做頭道橋。它高大厚重，氣勢磅礴，以雄壯稱奇。現在就從天龍橋的底下走過，走在這下方啊，可以感受到一股強大的壓迫感啊。過了橋之後呢，就可以看到那一座天福觀義了。這座房子建在這個地方啊，非常的應景。這旁邊呢是有一條通道，可以上到這半坡來看，那個角度啊更好。由於最近都是在下雨，現在站在天龍橋的下方呢，不停的有雨滴啊滴下来。現在呢就沿着這條遊覽步道上去上方的這個穿洞，站在那上方啊來看天福觀義，角度會更好。橋底下這座青瓦灰牆的四合院啊，就是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取景地之一，天福觀義。這就是當年周潤發、周杰倫拍戲的地方。復建的唐代驛站和周圍的絕壁石橋配在一起，古風感十足。這另一邊還有一個石刻，刻着天龍橋。那現在呢，還要繼續往上面走，上方還有一個更好的角度。到了這個半坡上，角度就非常不錯了。這上方呢，應該會更好。現在上來看看，哇，這裡角度最好了。我也打個卡拍個照。這上方還有觀景台呢，需要繼續往上面走。其實不僅僅滿城盡帶黃金甲在這裡取景啊，還有好萊塢大片，比方說《變形金剛4》也是在這裡取過景。上面這個角度呢也是非常不錯，並且呢還可以把下方的這個觀景台的人呢給拍進來，讓整個畫面呢顯得更加的靈動。原來站在這上方，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天坑了。現在到這個洞底下來看看，走到這裡就不能夠繼續往上面走了。可以看到上方啊是出現一部電梯，也就是視頻開頭的時候看到的那一部。看樣子呢，這部電梯啊已經是被廢棄掉了。不過現在回過頭來看看這一邊，有一個奇觀呢，看看這一面石壁像什麼？是不是特別像是一頭大象呢？旁邊呢有一塊牌子，寫着聖象迎賓，指的就是這頭大象了。現在就沿着這條遊覽步道往下走，走進這座天福觀義裡面看看，看一下這裡面呢是有什麼內容。五龍天生三橋絕對算得上是重慶的一個熱門的旅遊景點了。來看一下，遊客這麼多。可能會有朋友認為這座建築啊，就是為了拍攝滿城盡帶黃金甲而建的一座道具。其實也不完全是啊，因為早在唐代時期呢，這裡就已經有了一座驛站。那旁邊這條呢，就是官道了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，在那個時候呢，就有很多馬車在這裡南來北往。只不過復建之後呢，整座建築看起來啊，就更加的精美了。來看一下這個屋頂上呢，還裝有一些燈帶，晚上啊，夜景應該會非常的不錯。這座建築建在這樣的地形地貌當中啊，確實是非常的有意境。只不過裡面的這些建築呢，都是店鋪了。進來之後你會發現這裡的建築啊，並不是道具，用的可都是真材實料啊。你看這個呢，就是木頭了。可以說整個建築群呢是非常的精美。站在天福觀義裡面呢，就可以更加直觀的看到一橋兩孔了。其中這邊呢是大拇指，另外一個是在這裡。其中這邊的橋孔跨度啊，相當的誇張。來看一下這一部分，整一塊啊是懸在這裡，看起來是非常的危險啊。現在繼續沿着遊覽步道往前走，前方就是天生三橋當中的青龍橋。走到這邊呢，還可以看到變形金剛4的模型呢，是一頭恐龍。不過這部變形金剛4我並沒有看過，對於這種比較科幻的電影呢，我的興趣呢不是很大。沿着步道走了大概10來分鐘，就到了第2座橋青龍橋。這可是重頭戲哦，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天生橋，
它的橋面高度啊是有281米，比100層樓啊還要高。其中這裡石頭的厚度呢是168米，雄偉感撲面而來。大家來看一下橋洞，是不是特別像是關公的青龍偃月刀呢？所以它也叫刀砍牙。這裡還專門做了一個刀柄呢，看起來呢更加的形象了。這裡還有一個大刀倒影的照片呢。不過現在湖面呢看得並不是特別清楚。現在就走過青龍橋，這裡還在維修呢。站在青龍橋的下方呢，來看這個刀刃啊，就更加的修長了。而且在這裡啊，我們可以更加直觀的看到天生三橋是怎麼形成的。其實原來這裡就是一個巨大的山洞，那麼部分區域啊塌下來了，然後這3座橋的上方啊，石頭比較堅固，沒有塌下來，就形成了天生三橋了。這裡下方還有一處石雕呢，是雕着一頭青龍。在這個位置啊，有一座石橋，但是被擋住了。如果可以站在橋的這個位置呢，就可以更好的來回頭看一下鯉魚躍龍門的景觀了。這裡是魚的尾巴、魚的身體、魚頭。過了青龍橋之後呢，這個天坑啊是叫做神鷹天坑。來看一下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啊？往這個角度看，這裡是不是像鷹嘴呢？兩邊是翅膀，就像是大鵬展翅啊。繼續往前走沒多遠呢，就是黑龍橋了。為什麼叫黑龍橋呢？就是因為在橋洞裡面呢，比較幽深黑暗。走到這個角度，可以和雄鷹來一個合影。走在這個谷底呢，是可以看到這裡的植被啊，是相當的茂密。所以說這裡的負氧離子含量啊是非常高的。天龍橋所在的橋洞啊，它有一個特別之處，就是在洞壁上呢有一個個泉眼。大家往這個位置看，是不是有水流出來呢？再來看一下這上方，也是有一個泉眼，這個呢就非常高了。來看一下這裡呢，就是落水的地方，被滋養出來了一片苔蘚。這座黑龍橋的橋洞長度啊是有193米，這也是為什麼啊在裡面呢會比較黑暗。黑龍橋已經是天生三橋當中的第3座橋了。過了這座橋之後呢，就離出口啊不遠了。在這個位置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到水流啊是從泉眼這裡噴湧而出。走在這裡面呢，確實是可以感受到非常的黑暗。往上看可以看到明顯的坍塌痕跡。從黑龍橋的橋洞出來之後呢，天生三橋全程啊基本上就逛完了。客觀說，這裡確實是值得來的自然奇觀。作為世界自然遺產，3座天生橋的氣勢和地質風貌確實很震撼，完全是大自然億萬年雕琢出來的。這裡全程遊覽下來呢，也是比較輕鬆，不用怎麼爬山。影視打卡點也是很有特色，不管是拍風景、拍人像，都是非常的出片。來重慶旅遊啊，除了洪崖洞、解放碑這些熱門的景點以外呢，這裡啊真的也是可以來衝一衝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